临近婚期换新郎，只因他追陌生女子去了江南。崔昭玉说过，绝不让我等3次。结果为了那个陌生女子，他爽约3次，最后干脆留书走人。婚期延后，等我回来。我直接撕了婚书，转头嫁给了全京城最清冷的谢谨言。等他带着人风赶回来时，我已经拜完了天地。母亲过世后，父亲突然间良心发现，记起了还有我这个闺女。在我及笄之后，他便千挑万选出几名公子，仔仔细细写好备注，叫我去相看。个个都是品行端正，长相俊俏。里头最拔尖的有2人，一个是崔家二少，书香门第，从小读诗书，学6艺，性格温和善良，十分懂规矩；另一个谢家3少，达官显贵，从小聪明，心高气傲，性子有些孤高。前阵子因直言进谏，险些挨了板子。我听完就把谢谨言放在了末尾。在母亲生病走前，我家始终是冷清的。她想出门看花灯，父亲嫌人多，叫母亲也干脆别去凑那个热闹。母亲明明早就梳妆完毕，却只能叹口气，卸妆歇息。父亲去外地办公，说回家给母亲买当地最贵的料子，哪知那料子比父亲先传进京城。母亲记着父亲的话，愣是没去买。谁知父亲到家却什么都没带，他早把出门前的承诺忘了。母亲非常失落。此后父亲再讲等待的言语，母亲彻底不信了。他爱干嘛就干嘛，说到底他图的是心，非死物。某一年寒冬，外头下着鹅毛大雪，母亲想去雪地转转，却喊父亲。父亲嫌雪下太大，外头挨冻，冻出病来，实在划不来。母亲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终究没再吭声。后来我出了门，披上斗篷，戴好帽子，去雪地里转了一圈，折回来一只开得正盛的红梅。父亲他骗人了，落雪不冷，化雪才冷。挑雪时出门玩其实很有趣，四周都是那么纯洁。这世上不管啥样色彩，都会被白雪掩盖，唯有红梅在雪里傲然绽放。我把这红梅送给母亲，母亲微笑着将花枝放进花瓶内，有些发呆。她嘴角的笑意很淡，透着抹清冷的哀愁。没过多久，母亲病倒了，这病症十分凶险，她没几天就起不来床。离世前，父亲问她有啥未了的心愿。突然，窗外下起大雪，母亲盯着漫天飞舞的雪，眼角滑落一行泪水，带着遗憾闭上了双眼。母亲的遭遇让我彻底看清了一个现实，我想的便去争取，我绝不敢等别人施舍。因此在筛选议亲的对象时，把谢谨言放在了最后。我最烦这种故作高深的人。我先同崔昭玉见面，只看了那第一眼，我们便相中了对方，其余的人便再没见。跟着崔昭玉定情那天，他赠了我一块纯白的羊脂玉，我回了他一块亲手雕琢的石头印章。我同他穿行在人来人往的长街上，心底有各种心绪阵阵翻腾着。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母亲的事，讲了恐败坏兴致，不讲终究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。终于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天地君亲师，我明白很多规矩和杂事都越过我，但在感情上，我必须在你心底排首位。若你没法做到，不如早点说明，我绝不怪你。姑娘说笑了，我认准的人，这辈子便只有这一个。我认准了你，便只会有你。你在我心里当然排首位。我便多了一分底气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要讲清楚，你绝不能让我等。我不喜欢等人，你若叫我等待，就说明在你心里有其他事比我更重要。要是国家大事，我绝不会绊住你。你上阵杀敌，我守好家；你动手，我递刀。可若是为了私心，我最多只等你3次。一回是敬相识之喜，能与你结缘一场，我十分高兴；二回是敬相知之分，懂彼此很难，我不愿把你当成薄情郎；第三回是为了相伴之恩，活在世上，相爱容易相守难。再等你一回，全当对得起这情谊。3回之后，咱们彼此情断意绝，再无瓜葛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咱们可击掌作保，绝不许反悔。那一天，崔昭玉的双眼亮闪闪的，好像寻到了什么绝世宝贝。他深深看了我一下，倒退半步，抱拳行礼，说话的口吻极其郑重。听姑娘这番话，便晓得您是个不一般的人。能遇上您是我的运道，又能得姑娘这般高看，真是我3生有幸。我才不会不知好歹，把这福分往外推。咱们便击掌作保。眼神真诚又滚烫，我同他连接了3掌，结下这誓言，就如一阵和煦的春风，抚平了我所有的局促和不安。我猛然觉得同他过日子也不错，总比在家天天看我爹那张晦气的老脸要强。
崔二郎一直都表现得很棒，他从未叫我空等，他答应的是绝对能办的，办不成的绝不随便答应。日子久了，双方开始商议婚事，定在9月结亲，刚好赶上中秋佳节，官员休假，招待宾客办酒也省事。偏在这时，他救回一个女孩，那女孩失忆了，搞不清自己姓啥叫啥，家在哪里，像个小鸟似的黏着依赖着崔昭玉。崔昭玉给他租了院落安顿，见他下厨险些点着了柴房，崔昭玉就又找了一个做饭大娘，一个丫头伺候他。我这会儿也暗暗有了个预感，我跟崔昭玉的亲事估计要黄。后头经历的种种，确实一点点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崔昭玉为他叫我等了一回又一回，最后一回，那个女孩听说我跟他还剩半年就要结婚，她突然急了眼，撇下一封信件就要跑去江南。是我命苦，与您缘分浅，公子等忙结婚的祸，估计不便再替我找家。您若死命帮忙，也会招人不爽。这些日子已有旁人劝过我，不该跟您走得太近，也不该拽着有未婚妻的男人不松手。我虽只认得您，但已找回一点破碎片段。我的家大概在江南，我会去江南挨个找一找，能得恩人搭救，我特开心。只叹此生缘分薄，没法常陪身边。山高水长，与您久别。他写的是秀气小楷，笔画好看，信纸拿香熏过，飘着兰香。崔昭玉没有亲自出面，他打发小厮来把真真丢下的信件一并递给我，自己已经追了去。小厮吞吞吐吐，躲躲闪闪，不敢瞧我。我收起信件，平静道：“有话不妨直说。”随从垂下脑袋，突然下定了主意一般道：“我家少爷说，他跟真真姑娘干干净净，绝无男女私情。倒是姑娘您暗地里跟人一块诋毁真真姑娘，没有大家风范。我家少爷说，婚期暂时延后，等他赶回再做商量。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婚期不用在意，退了就行。我结不结婚，跟谁结婚，都跟崔少爷再没关系。”随从诧异，我闭门不见，四下没人的时候还是哭了。崔昭玉，我怕你上街碰坏人，走路被狗咬，刚张嘴就先吃满嘴土，心中很怨恨，可我又不想骂太毒，毕竟他罪不当诛，主要是因为我确实爱过崔昭玉。痛哭一场之后，我擦干泪水，默默叮嘱自己不要紧，李元书，你想拿就去拿，你不能等，盼来盼去，盼回一个变心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趣味呢？熬到夏日过完，秋季降临，也要像严冬一般凉透心扉吗？倒不如早点了断。如此一来，夏日的烈阳可驱逐心里的冷，秋季的丰收能填补内心的空虚。等到寒冬，伤就好了，就能再度期盼初雪与冰霜了。我跟父亲说，我想退亲，父亲惊愕：“怎么？”我心底生出一股报复的快意。他叫我等。父亲瞬间失了声，过了半晌，他说：“行。”把彩礼如数还了回去。此番又费了周折。白日里我睡得太久，夜间无眠，在庭院里散步，听见父亲屋里飘出一阵沉闷的抽泣声。阿好，抱歉啊，不该叫你苦等的。阿好便是我娘的本名，他们曾经真心相爱，可最终落得个生死两隔，却惊觉这辈子除了搭伙用膳安歇，极少去一块干一件有意义的趣事。他想浪漫的时候，还有其他认为更要紧更好玩的事情吗？啥都比他要紧，啥都能让他排在后头。盼他总算空下来，干完那些有趣的闲事，总算能去敷衍他了，却发觉人没了，心凉透了。某些人与事错过，就永远不会重来了。青春热血无法重返，纯真爱意同样转瞬即逝。他们都变成了在对方眼里挺没劲的一个伴侣，熬完挺没劲的一生，落下一个不完美的结局，挺可悲。我不愿走他们的老路。听着老爹的抽泣，我睡了一个安稳觉，因为我认定我没做错。跟崔昭玉退亲事，让我的名誉受了一点打击，旁人嫌我不识好歹。崔少爷是多好的人啊，就李云树事儿多。崔少爷救人是善举，偏偏未婚妻这么冷血。唉，这年头本来好人难做。我听着这些风言风语，感觉随波逐流，真讨厌。善人不代表好相公，就像我父母，我爹是个善人，但他在当人相公这件事情上糟糕的不行。但是还好没过几天，城里又爆出了一桩新闻，把我的风头压下去，那就是谢景言拒娶5公主。跟我不同的是，大家赞谢景言铁骨铮铮，具书生骨气，不惧权贵，乃名门清流。我公道在哪儿呢？所以在赴长公主的赏花会时，听见旁人赞谢景言，我冷哼一声便走开了。一个装相的。我在水池戏水，把刚才在宴席上私藏的糕点捏碎了喂鱼。花花绿绿的胖鲤鱼摇晃尾巴的凑近争抢，一道声音在我耳畔清冷传出：“李小姐不中意。”我抬眼望见一个身姿笔挺的年轻小伙，他五官清秀，莫名叫我想起清脆的竹。你认得我？今年上元，小姐在街道上给大伙派花灯，赠了我一盏彩灯，我始终都留着。多谢小姐。我心底有一丝失落，那是崔昭玉头一回叫我等。真真小姐打算替他糊一盏彩灯，结局被竹面割破了手，
赶上佳节，药铺全关张。崔昭玉没辙，只能领着珍珍小姐去寻大夫。他嘱我等他到了结伴去解灯谜、迎彩灯。我冷笑一声，当时心头便感到不妙。我赏了他家随从一锭碎银，叫他家随从在原处等，等到了知会他，我独自去解灯谜、迎彩灯了。我若手里拿了10个彩灯，他若没到，哼，我未曾告知随从的后半句词是，那就当他耗费了一回等的资格。我跟他的初见喜悦就散了。往后我赢下了15个彩灯，也未盼到他来。随从窘迫的想把碎银退还，还抓着头想为崔昭玉开多点什么。我没拿银两，随手赏了他1盏灯，余下的14盏花灯我送人了。遇见小孩子就分小孩子，没见小孩子就随手送没灯的大人。我没料到竟也送了一只到此人的手里。可我记得有谁问了我一声，你自己不藏1盏灯吗？我笑笑没出声。可我在那瞬间懂得了我娘，她贪图的是心，是一段开心回忆。我缓过劲来，平静瞅了此人一眼。是你呀？你叫什么大名？我叫谢慎。谢慎在我旁边蹲低，也从兜里掏了一块糕点出来喂鱼。我倒是同路中人。我琢磨着说，我跟谢谨言素未平生，论不上喜不喜爱，哼，就是观感极差罢了。哦，怎么？谢慎瞪大双眼瞅我手里缺了糕点，又顺道递了我一块。我抬手拿着，兴许是看不懂吧？他究竟干了什么遭人这般夸奖？是真的对江山有功，还是干出了什么造福百姓的事儿？单单因为拒娶公主就遭人夸耀有骨气，那这骨气混得也太轻松了一点。我退亲怎么就没谁赞我？怎么全是喷我？不公道！不公道到我对受夸奖的那家伙红了眼眶子。想想又发觉自己全无逻辑。谢谨言没错，是我叫凡尘蒙了心。谢慎没料到我这么讲，他呆了1秒，马上认同道：我也认为他配不上这等美名。他拒娶公主，单单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当不好公主求的骏驸马。你认得他？算挺熟吧。我未再吭声，我感觉他贼精贼精的，摆明是谢谨言的死党，非要骗我讲谢谨言的坏话，心肠大大的坏了。嘿，坏蛋！赏花会后，父亲着手帮我操办相亲的琐事，我跟崔昭玉退亲，落了一个高傲无情的名声。肯过来跟我相亲的门第并不多，就算有，塞过来的男丁也多半是府里没什么能耐的。老爹愁眉不展，倘若你娘在。老爹打住，没接话茬，我懒得搭理。倘若我娘在，并挤进太太群里，把我吹成一朵鲜花，并偷偷摸摸讲崔昭玉的不是，顺道打探谁家有俊的少爷能够结亲。太太圈是老爹这辈子都挤不进去的地盘，自家闺女的亲事真是束手无策。可这一天，老爹猛然拽了个年轻小伙进门，老远便让丫鬟来唤我，便望见叫父亲拽着异常尴尬的谢慎。老爹说：“云叔，赶紧见过谢师伯，唤我谢慎。”对。云叔，赶紧见过谢慎。老爹遭贼摸了荷包，是谢慎把贼擒获，老爹非得要答谢他，便把人拽回宅子里来。我晓得老爹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目前有些病急乱投医，抓到个没娶的、年当的、出挑的后生，便想拽回府打量一圈。还好谢慎特耐心，他跟老爹在书斋里闲聊，过半晌，谢慎辞行。他挺不错。我纳闷，怎么看出？老爹叹息，我探他如何品。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上天这句俗话。我心头微震，老爹暗指的乃崔昭玉救珍珍小姐这桩事。其实我偶尔也会止不住想，他占理，我错没，就没法想出一个完美的法子，非得搞成3方都难受吗？斩不绝，履还乱，愁在心间。谢慎讲，过犹不及，帮人帮到底的底，绝非是全无底线的底。老爹悄悄湿了眼窝，他八成忆起了叫他搞丢了的母亲，他留自个的偏爱太多，给母亲的太少，末了双方皆没得好。我懒得理睬，我光晓得这一瞬，我的心踏实落了地。次日上街碰见谢慎的那瞬，我尚且呆了1秒，咋的又来了？谢慎乐道：“我来退世伯的书。云舒小姐，你要逛街吗？”他手中是一册最寻常的《论语》。谢慎搭腔：“里头有世伯留的批注，我看着绝佳。按捺不住熬夜读完抄录了，怕世伯会用，便火速送归来。”啥？老爹他念书没这么用功呀？考取功名以后，便把过往的书全丢了不看了。亏得谢慎扯出这般可笑的谎话，他悄悄红了耳垂，猛然笑了。说白了，我是借着退书的借口，想来看看你的。李小姐，你没嫁，我没娶，你看我咋样呢？我也乐了。你是帮谁来探我？谢慎，亦或谢谨言呀？谢慎大窘。谢谨言，自慎，拜见小姐。昨天老爹最后感叹了一声：“谢府生了一个俊后生呀，怪不得让公主瞧上。”我惊呆。他是谢谨言？老爹纳闷。对呀，谢谨言自慎，你没听说？没听说，方才开的眼界。我沿起门，平了平气，再拉开门。我淡定说：“你蒙我一回，照理我不能再踩你。可昨天你答了我一个疑团，因此这桩风波就算先偏了。
我也不会再记在胸怀。但是我得问你，你咋就不愿讲自个儿的真名？谢谨言脸色古怪，颇为憋屈。是因为小姐对我有成见呀。那时跟崔昭玉相亲，谢谨言来得早，他便在侧屋品茗，听我跟崔昭玉有说有笑，他就觉得自个估计没指望了，就是没到末了不愿放手。这么等，便等到了一句叫他绝望的词。崔昭玉问：你稍后还有要相亲的人吗？起初下午还定了一个，就是讲定若早间成了，下午便不用再相了。我这就找人去退，省得那名公子白跑一回。崔昭玉探听，是哪家少爷？是个特别冷漠的少爷。我本来便嫌他太孤高的臭脾气，这么愁着确实没戏。我讲的随意，倒让有心人偷听去。谢谨言说，长公主的赏花会上，你骂我是装相，我也听清了。我这生不多的，暗地议论别人的事，全让本尊听去了。刹那间极丢脸，我打算赶快将自己从难堪里解脱出来。你干嘛讲自个儿不愿死心？因为我瞧小姐貌美如花，一眼动心。他背了成百次经文，誊录了上百回心经，依旧没法将心头的那丝绝色抹平掉。那时我猜测是茶肆会面，他被惊叹过后，跟他情分转浓，我方晓得他讲的是那回我在暴雪里找梅，披着一件火红披风，扣着帽兜，雪白软绒边，拖得我的脸似雪一样洁净。我提着脚跟折红梅，叫红梅迷了眼，可落他眼里，我比红梅还娇，所以打听是跟我相亲。他没说半字便跑来。他在品茶时，一回回在心里念着自个儿的长处。他门第高，秉性方正，长得俊俏，心肠仁慈，衬得起他。他们府也不收妾，没通房，他思绪也清醒，断然不叫自个儿的娘子困下委屈。他盘算着一项项在心窝练得倒背如流，更怕对面查文笔，暗暗念了数回书，更事先做得了诗，他凑巧要用，结局啥都齐活。东风嫌他孤傲冷血，他特憋屈，就瞅瞅呗，不瞅瞅哪能晓得不是外冷内热。我快被谢谨言逗乐，贪恋美色吗？我也犯过，待崔昭玉便是。碰谢谨言头一回时，就感觉他像一颗笔挺的翠竹，瞅上去便素雅安宁，其实心头是踏实了片刻的，因此乐意跟他聊那些杂七杂八的嗑。我冲他作了个揖，我对公子以往确实有偏见，是我的过错，还望公子海涵。公子极好，我也有心跟公子试着处处，可我得把话讲明，我不爱苦等别人。我懂的。谢谨言还了一个礼，小姐只愿等候3回，一为出狱之喜，二为相见之分，3为相伴之意。我清楚的，小姐等不等人都不要紧，我守小姐便是。我吃惊，他羞涩，他偏过头去瞅远方。你跟崔昭玉讲这事儿时，我恰在树底下伤心。那一对情种没瞧见他，他听见崔昭玉用极诧异的腔调跟我讲，听小姐这话，便晓得你是个不寻常的人，能结识你是我的造化。叽里咕噜一大片，他在树底不甘心的思量，对答有误。倘若是他会接茬。我绝对比小姐到得快，绝对等小姐。他可不愿在清新的小姐那头晚到，只愿早至。看他早去了好几个钟头，也没盼来中意之人的中意。但庆幸崔昭玉没福分，也庆幸他知足。最要紧的是他运气佳，他惦念李云舒的那会儿，偏能碰见李云舒，这就是苍天保佑吧。谢谨言确实没叫我苦等过，他总能提前来守我。起先守在外头的茶摊，瞅我家门敞开，才慢慢走来。老爹叫他进门等，他讲不妥，怕我背负担，不敢睡懒觉了。我急羞，又存着一抹甜蜜的喜。他瞧人真够准，姑娘我确实爱睡懒觉。紧接着，我跟谢谨言结了缘，谢府来提亲，选佳期。中秋那阵子确实是个好黄道，喜气没改。就是换了狼。风声放出来时，讲啥话的皆有。旁人讲我在报复崔昭玉，旁人怨谢谨言挑错了伴，为啥子不娶公主呢？李云舒有哪点绝？我赴谢府出席老祖宗的喜宴那刻，五公主拦住了我。她一头金玉，面容孤冷，叫本宫看看是哪样的小狐狸精勾跑了谢谨言的新婚，叫她色胆包天，拒了本宫。五公主仅仅15岁，比我还嫩。她不识风月，就是毒霸。她托起我的下巴，凶巴巴地瞪着我，我竟从她眸里望见了发虚，假扮坏蛋，还恐自己扮得太假的发虚，我憋不住乐了。你乐什么？五公主气炸，我满脸端庄。公主您权势、名位、金银、容颜全在我之上，我其实丝毫没法同您拿到遮面比，是谢谨言的护短，叫凡人把我跟您较个高低。但是您该配一个光疼惜您的男儿才行，不是吗？五公主傻眼，她悄悄烫了脸，观我一眼，还挺能挤。本就如此，一个护着别人的人，他没脸挤进到公主的挑选中。而且这事儿，我也认为对公主来讲太吃亏。咋就太吃亏？我跟崔家悔婚，大伙儿都在贬我；谢谨言推了您的亲，大伙儿都在赞他。私底下其实也是朝您，全是咱们丫头不对。
贬我也就算了，我人卑言轻，可朝您又是图个什么呀？连您这般高高在上的贵人都挨贬，那么砸在天下寻常丫头肩头的贬就更多，这不公道！凭什么？我又不是啥坏蛋！对呀，这世间待丫头偏心，就算公主也免不了受委屈。其实我特痛惜公主，并且我跟崔昭玉退亲，根源也在这儿。他叫我感觉自个儿是个坏蛋，可分明我跟公主一样，全是善人。我眼皮一落，满脸哀愁。五公主长叹一口：“你挑人的确太差劲。”我赚到了五公主的怜悯。谢谨言风风火火跑来时，五公主早就把自己的金钗赏了我。撞见谢谨言，你闭嘴！你若是敢把我当成坏蛋，本宫马上求父皇赐婚。谢谨言闭上嘴。五公主神气走开。谢谨言纳闷：你咋搞定公主的？我碰了碰头上的金钗，微微干咳一声，讲了一通你的坏话。谢谨言一脸叹服，突然轻笑一声：我家媳妇儿机灵，这般我也踏实了。心头猛地很平和，在乎你的人其实好像不惧你使唤他。我跟谢谨言的婚事有条不紊的操办，转眼7月，酷暑难耐，好不容易下了一场雨。我跟谢谨言定了他下职后一块去挑布料，嫁衣其实早就置办妥，可盖头我打算重新买一块。我赶到，发觉他早就等候，手里提着一匹色泽鲜亮的红布。有一对男女抢我前头，迈进铺里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动作亲密。那名男子瞅见谢谨言，谢兄，许久未见，你也来挑布料？他偏过头，我方强明白，乃崔昭玉，他回京了，领着珍珍一道，真够倒霉。谢谨言冷冰冰回了一句，视线挪向门边，瞅见我就朝我靠近。崔昭玉沿着他后背瞄去，便撞见门外的我，两眼相交，我冷若冰霜，他满脸慌乱。他甩开珍珍扯着他袖口的手，透着发虚的辩白道：云舒，我回京了，他缺了换洗的裙创，我领他来挑些布回去，弄完便计划去寻你。珍珍特憋屈，悄悄红了眼，不甘心，不敢讲。瞅见谢谨言慢慢撑起油伞，冲我说：云舒，咱们换一家铺吧。他递出手，我缓缓牵住，跟他走开。身后传来崔昭玉焦急的嗓音：停下！李云舒，你凭什么跟他牵手？他视线定在我们紧牵的手里，身躯发抖，透着惊恐。我冷淡讲：崔少爷，你去撵珍珍小姐那天，咱们便退亲了。崔昭玉步伐发虚的往后一退，磕到了掌柜立着的木牌上，震出一阵尖锐噪音。为什么？中秋没过我就赶回了，我光是叫你守着我，也没讲不成亲，你干嘛非得退亲？他红了眼眶，不甘于悔恨，叫他的脸庞显得扭曲。他始终未曾这般失态，就算上回我想跟他一刀两断，叫他滚，他也单单赌气走开。他没将我的话当真，他认定哪怕他跟旁人在外头3个月，赶回了，我也照样会是他的未过门妻。乃是他不明白我父母的死绝，始终不单单是他们的死绝，也是我的死绝。我在母亲心寒的苦手里，慢慢变得怨气丛生。我嫌弃老爹，又晓得那便是我爹，他除了不当一个好相公，别的地步都干得极佳。我对母亲倒是心绪复杂，既疼既怨，怨他疼我爹，怨他不自尊，怨来怨去，怨的是自身没法扭转什么。往后我打算饶过自己，我确实扭转不了什么，既然扭转不了，那就尽量挑对，倘若挑错了路，那就赶快抽身，不要在荒唐的深渊里瞎折腾。将荒唐反反复复追忆100回，无非是将一根刺在血家处，来来回回捅了100回，煎熬全无价值，倒不如剜烂肉，断腕保命。我扭头瞅他，咱们曾击掌起誓，我守你3回过罢，一刀两断。我已经守过你3回了。头一回叫我等的那阵，人还早散，他磨磨蹭蹭，急急忙忙的冲我赔罪。那回我深信他是无意的，他单纯为帮人，唯独珍珍小姐待他极眷恋。可我的憋屈装不了假，心头不安的直觉也装不了假。等到往后，他叫我守了一回接一回，我唯有种一语成谶的荒诞感。命运总能一回接一回滑向你的胆寒，可这方是真切的。崔昭玉的双眼失神，用力追忆2回，我光叫你守过我2回。第3回，我叫你盼我归来，再度敲定喜期，你没去盼。云舒，我尚余1回资格。我嗤笑一声，你是这么算的呀？可灯会那回，你早就耗尽了2回资格。不可能，那仅仅是1回。那我是咋个回府的？我并未盼来你寻我，也未曾盼来你的车马。我淡定地盯住他，可他脸如死灰。崔昭玉第2回叫我等，是起先定好了要去转庙会，这场庙会罕见，是隔许久才办一回的大庙会。咱们定好一块坐马车走，他来接我。结局他先去接了珍珍小姐，毕竟珍珍小姐未见过这般大的庙会，凑巧结伴去凑一下热闹。又因着珍珍小姐涂脂抹粉慢，所以她来晚了1个时辰。我坐在屋里品着茶，心跟茶水一样一丝丝冷了下去。瞅他们开开心心的进门，我寻思这真是一双璧人。那回的庙会确实极大极喧哗，
可我一直郁郁寡欢。我琢磨着，咋就这么快便耗尽了第2回等的资格呢？我跟他的相识之缘便这般断了。一道上，珍珍小姐拽着他，这头溜溜，那头瞧瞧。我的绣鞋是新买的，有些紧，磨破脚跟。我想坐下来歇歇，一眨眼，他俩早丢失了踪迹。待歇顺了，又去挑了一双绣鞋套上，可被蹭破皮的脚跟照样发疼。我憋不住红了眼眶，止不住想流泪。兴许是脚疼，也兴许是心痛，或许也是心痛加重了脚痛，全部要紧了。我光盼第3回的降临，怎料到第3回降临得有这么快。待我盘算着差不多想去马车那边守他俩的那会儿，马车消失了。没人晓得我那会处在原处是何种滋味，脚是痛的，心是凉的，身子因为震怒而打颤，更因为要找法子回府，唯有先压住思绪。也亏我运到家，凑巧有一顶空轿厢顺我眼跟前过，也凑巧那脚夫探我需不需雇轿厢。我雇了轿子回府，崔昭玉在厅里守我，他怨我瞎乱溜，一晃便没了。他责怪寻了我许久，都没空去痛快转庙会。珍珍因为寻你，都没吃着最爱的粉。我跟珍珍当做你回府了，只能先赶回府寻你。哼，没料到你没在宅，我唯有再折去庙会寻。云舒，下回绝对别这般了，你晓不晓得我特焦虑？他瞧不透我，身形虚浮，脸庞惨白。滚！崔昭玉，你的名额全耗尽了，你如今马上给我滚！崔昭玉脸色煞白，气急败坏，冥顽不灵，便甩手走人。到了后来，珍珍离宅出逃，他撵了过去，我才养好脚，盘算该咋样退亲。他便遣随从登门来传喜气重定。我其实已看不清他到底是诚心去撵珍珍，还是跟我赌气。他是指望晾着我，叫我因恐慌焦虑而收起坏性子。我已搞不懂，我光是晓得我挺过了那段绝望的光阴，未曾让步，没叫自己受委屈。我冲崔昭玉讲，3回过后一刀两断，若破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当初咱们俩全答应了的。崔昭玉红透眼眶，淌下泪珠。但是我不晓得，我光当成是2回，第3回是我叫你盼我回京，重新消定喜气，你没去盼。云舒，我绝没料到背叛誓约，我光是算差了。因此你是数准了叫我寒心的回数吗？谢景言默然讲，崔少爷，你凭什么没发一回，也不要叫他盼？我心头微震。崔昭玉傻愣住。谢景言再接着说，灯会那天我碰到了你们，我自始至终在不远端瞅着，他压根儿没瞎溜，是你跟这名珍珍小姐自始至终瞎转悠，你们没瞅见她的绣鞋不贴脚，磨破了脚皮，压根儿撵不及你们。可这位珍珍小姐分明瞅见他做石头捏脚，哼，反倒存心拽着你往相背的方位溜。崔公子，一个男人光长2只眼睛，咋样能够同时护好2名女子？你没脸当他的未来夫婿。珍珍煞白了面皮，崔昭玉身形不稳，珍珍探手想搀他，却叫他狠狠甩掉了碗。我跟谢景言手拉手撤离，他手心发烫，裹紧了我的手。我细声说，我没料到那天你也在。谢景言悄悄红了耳根，亏得我也在，轿厢是我府的。我双眼发酸，怪不得，凑巧我脚痛作歇，就有一顶空轿子，凑巧守着我来雇，竟然是这。谢景言偏过脸不敢瞅我，唇角倒偷偷翘起。我起轿前拜了神仙，叫我结识你，兴许菩萨瞧我一切，连老天全助我。云舒，此乃是老天爷的谋划，凑巧他不知足，可我极知足。那一天，我终于挑中了中意的冯盖头的绸。回家途中，我说给谢景言，原先那双卡脚的绣鞋，我早就赠与人。不贴脚的物件放在手边，不光占柜子，更是瞧着堵心。贴心的方能叫日子越过越舒坦。他眉眼弯弯，我与你来讲就是贴心的，对吧？对，往后我必定是绝佳的，你最相中的。我烫了脸，偏过身去不瞅他。可我猜，我的耳根也绝对红透了。崔昭玉得病了，崔母唤我去瞅瞅他，我推辞了。拖泥带水，非我脾气。待崔昭玉痊愈后来寻我，我将2个护院盯着大门，他到了便把他撵走。可我跟谢景言结伴去古寺上香时，他依旧追了上来。我想跟你聊聊。他沧桑了许多，脸颊干瘦，跟回城那天春风得意的模样根本没法去比。我晓得会有这一天，我们都应该坦坦荡荡的聊一聊，给过去一个了结。我叫谢景言，便站到我旁边。咱俩之间没啥不能对人讲，你想说什么，我的未来相公都能听。估计未婚夫这仨字儿扎疼了他。崔昭玉红了眼眶，眼眶里是实在的悔恨。云舒，我绝没料到跟你退亲，你是我千辛万苦才挑中的姑娘，我哪能跟你退亲？我那天光是太冒火了，我寻了你半天，我特别焦虑，我来来去去在府上与庙会折腾好几圈，我单是怨你，压根儿不在乎我，瞧不透我的慌乱，反倒喷我，叫我滚。我这才想给你点苦头，但我绝没料到你会悔婚。你讲守我3回，我光是算差了，
我当成退后喜妻，算是第3回。他抽泣，说不出我应动容的，但我早就难受够了。崔昭玉，守你3回，说白了便是一个叫自身绝望的托词。3回早前，你早就扎过我极多次。他当成头1回是感情变质的源头，并非的。头1回叫我盼是散伙的源头，无非就是我心善，在乎这番缘分，方递给你3回跟我讲再见的余地，乃是1回又长的断绝。崔昭玉张嘴要讲，你不服，对吧？我偏叫你绝望。我扭头看谢谨言，谢郎，倘你帮了一名小姐，你会领她归宅，帮她包宅子，请丫鬟吗？绝不。谢谨言毫不犹豫，他眼神冰冷地瞅着崔昭玉，好似在声讨他。我能将他丢给京兆尹，求衙门搜一搜他的底细，省得他是暗探、贼人或逃奴。倘他忘事，我能将他丢进慈幼局，与尼姑宴借宿。那头孤寡妇人占多，可护住他的性命。若他没法糊口，我撑死帮他寻一个活计，叫他自立门户。再过分便没法了。这世间凄惨人极多，我绝对不把心思全砸在某一名凄惨人头顶。我能干好自身该干的本职事，雇一个人跟雇一堆人，我拎得明。他的回话我极舒坦，我从来没去盘问他，他是真个这般琢磨。那你能领他跟自珊珊的未婚妻一块儿溜达，能因为他跟未婚妻毁约吗？谢谨言默然死盯崔昭玉，动静铿锵有力。绝不！人存亲疏之差，内外之别。娘子是得厮守一世的人，可我帮的光是一个路人。倘我因为路人亏待自身的娘子，那么往后我肯定能在别的麻烦上同样亏待自身的娘子。哼！倘若我带头提议领那名姑娘跟未婚妻一道闲逛，那是我犯迷糊。倘若那丫头带头提议求我领她跟未婚妻一块闲逛，证明那丫头不光犯迷糊，更是一头负心郎。实在报恩的人会期盼自身的恩公顺，会爱屋及乌。敬重恩公的未婚妻能晓得自身搅扰了旁人极多，不愿再给旁人找乱子，讲出这等搅和旁人日子的条件，证明那丫头存野心，且有人递了她这般的指望。讲的实在太绝了，我心底长叹，抬眼望向崔昭玉。此便是实情。在你叫我守早前，我其实待你早就攒了极多憋屈，但你顶着正理，我若讲破，你单会痛骂我心眼窄，缺乏怜悯意。你死保真真，将我看成了坏蛋。我没干。崔昭玉哆嗦着嘴皮，慌张的回嘴。我冷哼一声，默然说：那你干嘛把他弃宅出逃时抛下的纸条递我？此不便当面骂吗？哼，他凄苦，我倒去拿捏他。我撵了他走，你护着他一块叫板我。你们将我看成了恶徒，你们在劫富济贫，导我罪无可恕。但凭点啥呢？我是极家的女子，若跟你们掺一块儿，我只能装作恶徒，那我便拍板抛弃你们。旁人能够辜负了我，可我绝对没法辜负了我自身。旁人能够贬低我，但我晓得我是极家的姑娘，衬得起这天下最俊的相公。崔昭玉满面死灰。我晓得栽了，我早就撵跑了真真，我实在晓得栽了，再赏我一回余地，行不行？咱们以往这么好，咱们一块有节，友善听取。你给我的私印，我始终留着。他探手要扯我的袖口，凄凄惨惨，活似一条叫老天丢弃的犬。我躲远半步，握紧谢谨言的手。我若是你，便绝不撵走真真，倒会把她稳妥安顿。倘她寻短见，你便担上了一桩人命。终究，你俩曾结伴闲逛3个月，孤男寡女待一块这般长，情分不管怎样都没法淡了。你这般赶他走，我绝不认为你专一，反倒叫我认为你特冷血，特吓人。我急心宽，立马撤离。我跟谢谨言并肩走开，后头飘来崔昭玉的抽泣。他估计是实在悔恨了，但这凡尘没卖悔恨药。况且我也不该在麻烦跌至最惨的境遇才寻出路，我绝不等到非得亲眼撞见崔昭玉跟真真搂搂抱抱才绝望。我得防患未然，在才踏入泥潭里的瞬间便拔出腿，绝非是拖到泥足深陷没法逃走时方悔恨。李云说不守人，倘非得守的话，光守一个互换真心的人。我跟谢谨言上山拜佛，抽了一根上上签，极好，我们相视一乐，牵手归府。不见心上人，我心慌慌；见着心上人，我心踏实。仲秋前几天，
长公主设宴款待众千金，说白了是叫满城俊男娇女们多一个相互相亲的契机。我也在请客的单里。酒宴过一半，有人端了热菜上来，托盘一偏，一条滚烫的红烧鱼便滑落出来，差一点碰到我的脸。我赶忙躲闪，一照就砸在我衣裙上，木椅摩擦声惊扰很多人。大伙齐齐朝着这头瞅来，那丫鬟赶忙跪地赔罪，泪珠滚落，双肩微颤，装得极可怜。我被弄脏了衣裙，有点丢脸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虽窝火，却也不愿扫了大家的兴。刚打算说没关系，五公主猛然吼道：“你给本宫抬起头来！”那丫鬟不肯，等察觉到五公主的侍女要上前动手，她才不情不愿地扬起头。我瞅清了她的脸，是珍珍。她惨白的面庞上藏着恐慌。五公主喊道：“行啊，我方才就瞅你鬼鬼祟祟、没安好心的模样，原来是崔昭玉的旧交。他是存心想烫回李云舒的脸，叫她做不成新娘子的吧？也太毒了！”珍珍含泪争辩：“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光是不留意。”我并非存心的。我垂眼瞅着他，求你的穿戴，你在后厨打杂、端菜这等活计，并非你的差事。你干嘛会来？干嘛正好端到我手边便端偏了？我不信你的嘴。五公主遣人把他压下去时，两名老奴马上将他拖起来。你这个贱人，我便是存心的又如何？你存心将崔少爷撵跑了我，将我流落街头，我难道还得答谢你不成？我怨你，全怪你！我方落到这步田地。我漠然地瞅着他，问道：“你干嘛不去怨崔昭玉呢？撵走你的人是他。”珍珍满脸哀愁：“他是为了你方撵我走，若非是你胡搅蛮缠，哪能使他这般待我？他待我那般好，他救了我，追着我跑去江南。他寻见我时，开心模样，我一辈子也忘不掉。咱俩差一点儿，便是一个府的了。他分明早就对我动了情，我分明差一点儿便能够当他的妾，却全叫你毁了。我哪能不怨你？我恨死你了！”我感觉他可悲又泼辣。某些人自身走不通道路，便去占旁人的道，将旁人挤下去，还要怨人家挡了自身的道。可我若真的不走那条路，他方察觉那条路我走了，他方通；我不走，路便不通，他没道可走，又扭过头来怨我，干嘛不走了？我不愿跟他争辩其中对错。你当真是头白眼狼啊？还是个缺心眼的白眼狼。因为有崔昭玉，你方能跟我聊上那么两句话。缺了崔昭玉，你我之间有啥牵连？你若真的钟情崔昭玉，我走了，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？你眼下这般不乐呵，是因为没法再踩着我，衬出你的贤惠娇弱，楚楚可怜了吗？你这样的人真吓人，你像一只鸟，自身不搭窝，光想占旁人的，不愿自身不搭窝，但愿旁人眼珠太尖。这端盘的活计，你是求了旁人才求来的吧？可你存心将菜泼在我身上，你倒是下得去手。可那位帮你的人呢？你想他会不会受牵扯？会不会被赶出公主府？你干事情之前，替他想过吗？你这般的人，没脸骗得旁人的搭救，你只会将人拽进泥潭，哼，绝不救人脱苦海。珍珍没再扭动，她消停下来，神情恍惚，脸庞厚重的挣扎与不平。崔昭义远远地杵着，他分明是急火火跑来的，脸色铁青地瞅着这一幕。谢景言慢慢靠近我身边，仔细地帮我擦着衣裙，细声夸奖道：“娘子讲得真绝。”我抬眼望向崔昭玉：“崔少爷，我的衣裙脏了，你赔，或者他赔？”他答：“我赔。”他死盯珍珍：“我绝没讲过叫你当小妾的话。我若娶亲，只会有一个娘子，绝不会有小妾。”珍珍缓过神来，这一回是实在的绝望，她满脸癫狂，喉咙里卡卡两声怪笑，疯魔般逼问：“绝不收房？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？为什么？你凭啥领我回府？亲手帮我擦拭发丝，凭啥帮我租赁院子？我无非是割破手，你为啥撇下李云舒跑来找我，领我去寻老郎中？庙会上我牵着你的手，你凭啥没有甩开？我讲没尝到庙会的米粉，你凭啥便领我去尝京城最出名的粉？我不愿你娶亲，你为啥去追我？住店的那会儿，我装作恐慌，你凭啥对旁人讲咱们是夫妻，跟我住一间屋？这一桩桩是哪一件是寻常男女能干的事？你这般不清白，逆了我指望。崔昭玉，你将我当成什么？我于你而言究竟算什么？
崔昭玉的面皮白得四直，大火的视线险些将他活剐。一个人哪能够朝三暮四，还装得干干净净呢？那点他曾犹豫不决的过往，变作扎向他的坚刃，在大庭广众底下，将他心虚梦浪的内心剖开在人前。他的伪善造就2名丫头的苦海，我鄙视他。我跟谢谨言的婚事特顺当，成亲的日子安稳又清静。他偶尔值夜班，归府极晚，可我绝不等他归府才睡，我必先看顾好自身。我心绪佳，方有劲头冲他展露笑颜。可我能帮他点一盏夜灯，照亮脚底的门槛，省得他绊倒；也能热一壶茶，盼他归府喝。他能烧些归府半道碰见的小物件递我，偶尔是卖菜老汉的几捆菜，偶尔是烧饭的零嘴，偶尔是街角胖嘟嘟的蒲公英，如履薄冰的护着归府。盼我转醒了吹，我慢慢忘了光守3回的规矩，记起来也单是长叹。当初偏得定一个守3回的誓约，我猜8成是胆寒与猜疑。胆寒自身过于稚嫩，瞧人不准；猜疑自身缺乏那般佳的运道。碰见一位极佳的郎，所以给自身划了一道护身的坎。一旦碰到这道坎，便晓得不该死磕，该抽身退了。那是稚嫩的我在暗暗借这般法子护卫自身，可眼下我确实觅得了一位极佳的郎，反倒不介意判不判的讲究。倘有朝一日他铁骨铮铮撞死金銮，我必能替他跪在殿外判洗清冤屈。就算真的判一辈子，又算啥呢？他配得，我也配得。反倒是那帮朝三暮四的人，到最后有哪个真如愿？真叫长公主发落，轰出公主府。分明他难得碰见贵客搭救，难得能混进到这帮权贵。倘实在守正道，能过上好岁月，但他偏偏挑了脚踩旁人，自身攀高的道。崔昭玉毁了声誉，他的亲事犯难了，兵人们全不敢把他撮合给好门第的丫头，唯恐挨骂。且他的风波叫五公主递进后宫，帝后全听闻了。他的仕途也犯难了，某些人混在凡尘，是拨亮一盏接一盏灯，照亮自身的道，也照亮旁人的道；某些人偏是吹灭一盏又一盏，当作不要紧，其实旧路跟前程全是一抹漆黑。某天谢谨言歇班，凑巧飞雪，我跟他披上披风，扣紧帽兜，牵手在漫天暴雪中转转。他细声说我听，他并非落地便孤冷无情，从小府上盯得很紧。他缺了朋友，不懂咋样同人说笑，唯有紧绷着一张脸。论装相，他始终搞不懂啥才算装。相识会试，他次次拿榜首，这也就叫装。他紧绷着，一张脸直发懵，我憋不住乐。还讲没装，这便着实装了。但是我极中意，我以往光是不服气，我退亲，你拒亲，凭什么贬我，反夸奖你？我认为吃亏，方损你2句泄泄火，损完便懊恼了，这并非你的锅。他也乐了。这凡尘待女子吃亏，因此我必定要加倍待你好，方能挡得掉一丝凡尘砸在你肩头的吃亏，熬到往后某一天，咱们全白头。我叹你，若有来世，还肯不肯当我的娘子？肯的。那回我便知足常乐了。我悄悄红了眼窝，韩雪红眉怒放，艳得那般孤高。她轻抬着脸，淡泊如竹，只盼红梅搭绿竹，年年共清欢。初雪落满肩头时，我望着身旁眉眼温柔的谢谨言，终于懂了母亲一生未得的圆满究竟是什么。她从不是无底线的等待与妥协，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，而是2个清醒独立的灵魂，彼此珍惜，双向奔赴。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让我们失望的人，经历错付的感情，但不必因此封闭内心，更不要丢掉爱自己的勇气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学会及时止损，不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你想要的圆满，终究要靠自己争取。愿我们都能如雪中红梅，傲骨不折，也能遇见如青竹般的良人，岁岁相依，共赴清欢。他磕头求我原谅，可我娘等我爹，到死都没等来那场踏雪寻梅。我李云舒从不拿自己的一辈子赌别人的良心发现。